高达与扎古到底有多大差距？真的只有材料不同吗？我再问具体一下啊，知道为什么扎古身上会有动力管，而高达没有吗？知道扎古用的流体脉冲系统与高达用的力场马达在驱动原理上有什么区别吗？一年战争末期登场的磁气覆膜技术与赛克缪系统又分别是什么呢？了解完这些，你将对联邦的高达与吉翁的扎古有一个全新的认知。首先呢，咱们要在认知上达成一个统一啊，高达是一种代称，理论上啊，只要剧中的驾驶员或者开发商愿意，任何机体呢都能叫高达。不过绝大多数啊，记得我说的啊，是绝大多数的高达都是用来进行技术验证的机体，只有很少会进行量产。另外呢，认证是不是高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是万代的模型盒子上面有没有写高达，写了就是，没写就不是。而扎古呢，则是对特定型号的机体的代称，比如啊 ，MS-05 是扎古1 ，MS-06 是扎古2，而 MS-07 呢，虽然与扎古的技术很像，但它的名字啊叫老虎，那它就是老虎。虽然扎古一词取自日语杂鱼的谐音，但扎古是杂兵不假，可这并不代表着杂兵就是扎古啊。就像说阿姆罗是新人类，但并不代表是个新人类就叫阿姆罗一样，这一点啊很多人都给搞混了，看见独眼啊就叫扎古，还要理直气壮的拿出谐音的说法，这就大可不必了啊。另外呢，由于扎古2的形象与技术路线上面过于知名，所以啊一般情况下提到扎古，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扎古2，而后续的扎古3与 Seed 中的扎古勇士则是外形上有些许相似，技术上呢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所以一般在讨论扎古的实力时啊，你要是把这些也给整进来，就会造成认知上的巨大错位。接下来咱们要讲的内容主要以0079一年战争为重点，而这期间证据中的高达自然就是阿姆罗驾驶的 RS-782 元祖高达，而扎古呢则是扎古2为主。二者无论是从剧中的表现还是人物的对话中，最直观的差距啊就是外甲材料。高达使用了月神钛合金，后来由于高达在战争中的活跃表现，月神钛合金的后续改良金属才被命名为高达尼姆合金，而扎古呢则是使用了超高张力钢，再结合二者的武器差距，即高达的光束武器与扎古的实弹与热能武器，在战场上呢就形成了扎古的豆豆枪只配给高达洗澡，只有火箭筒与热能斧能够对高达造成一定的威胁。反观高达呢，光束枪抬手就能秒扎古，二者之间的差距这么来看啊，就已经足够直观了。但这呢还远远不够。没错啊，接下来我要讲一讲本期的重头戏了，也就是高达与扎古在驱动系统上的区别。首先是扎古2的流体脉冲系统，确切来说啊，一年战争期间大多数疾风机体用的都是这个系统，它是将融合炉中产生的能量通过转化器转为脉冲压力，以超过音速的速度借由遍布机体全身的细致管道传导至关节中的旋转气缸，从而啊驱动机体的关节进行旋转。可以说呢，流体脉冲系统啊是非常接近人类身体的一套系统，其中融合炉扮演了心脏的角色，而输出的脉冲压力就是血液，遍布机体全身的管道就是血管。这套系统最大的优点呢，就是能源损耗非常小，因为它是将炉子能量直接以另一种形式传导到关节上的，不需要转化为电能什么的，从而造成能耗。其次呢，由于关节只需要承受脉冲压力就可以运转，因此呢结构会非常简单，且体积也很小，还可以通过控制压力的大小来实现细微的力量差距。少了马达的结构，消音效果也非常的好。这些呀都是流体脉冲系统的优点，但同时呢，这套系统啊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扎古身上这些外露的动力管。为了增加脉冲在身体各处的传动效率，除了遍布身体内部的血管，外部啊也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动力管，还可以兼顾散热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动力管必须外置的原因。然而啊，这些外置动力管也成了扎古的弱点。正如我刚才说的，用于传输脉冲压力的管道如同人身体上的血管，而动力管呢就像大动脉一样，它的损坏是有可能造成全身脉冲压力不稳的。而且啊，就算从战场上活下来了，后期的维修成本啊也很高。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说说高达所使用的力场马达。其实力场马达的总体设计思路与我们想象的马达呀大差不差，是要将融合炉产生的能量转化为电力，并传送给各个力场马达的。对比传统马达呢，力场马达最大的区别就是使用了米诺夫斯基物理学。没错啊，在高达宇宙，米诺夫斯基物理学是独立于传统力学的一个单独的物理现象。由于米氏粒子产生的爱力场会对米氏粒子产生相当强的斥力，而力场马达正是利用这个斥力，使马达实现了远超传统马达的制动效果。与此同时呢，它的体积还被大大缩小了。而对比吉翁那边浑然一体的流体脉冲系统，联邦的力场马达各自相对独立，并使用强大的学习型 AI 辅助驾驶员为马达下达指令，从而使机体做出更自然的动作。而且单一马达被破坏以后，除非出现严重的短路等问题，身体其他部位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后期替换零件也会变得更加容易。你硬要说它的缺点，就是每个马达的结构极为复杂，单独维修难度会很高。
而且啊，就算替换了，损耗也很高，寿命不长，所以财大气粗的联邦都是准备了大量的替换部件，出现问题不用修，直接换来解决这个问题。前提是啊，你要烧得起这个钱。那么以上呢，就是2个驱动系统的大概介绍了。总的来说啊，吉翁这边是极致的机械传动设计理念，而联邦这边呢，则是以电脑辅助系统为核心，动力马达除了贵，基本是要比流体脉冲系统要优秀不少的。二者在战后也是有过合并，那就是高扎古，不过整体表现并不是很出色就是了。后来的吉拉多加才是将2个系统融合的比较好的机体。至于后续的发展呢，联邦这边是在动力马达的基础上引入了磁气附膜技术，它与传统磁悬浮所使用的电磁力不同，也是使用米诺夫斯基物理学来实现的。通过在关节部位附着稳定的单极磁性涂膜，利用同性相斥的原理消除零件之间的摩擦力，也使得 MS 动作更加灵敏。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挂着米诺夫斯基名号的磁悬浮，效果呢就像给关节上了一个去除摩擦力的润滑油。像元祖在1年战争末期跟不上阿姆罗的反应之后，就是增加了磁气附膜技术，使转换姿势的时间极大的缩短了。但由于元祖高达炉子的出力以及其他系统等问题，获得了磁气附膜的元祖啊，也只是堪堪跟上阿姆罗的反应，并没有发挥出磁气附膜的全部功效。外传0080口袋战争中的 NT1 才能发挥出全部磁气附膜应有的效果。而测试驾驶员克里斯则认为，一般人啊很难驾驭这个系统，它太敏感了，就好像是用惯了2-3千 DPI 鼠标的我们，突然去使用2-3万 DPI 的鼠标，你轻轻一动，鼠标直接飞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那种感觉。而正是因为其响应速度快的特性，使得联邦后续得以开发出可变形的 MS。毕竟啊，要让一台机体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身体关节大角度的弯曲，一般的动力马达是很难做到的。看完联邦，再来看看吉翁。吉翁这边根据流体脉冲系统开发出了流体脉冲加速器，最典型的运用机体呢就是强人。由于该系统有着更高的扭矩与反应速度，因此啊，强人在运动性方面是要比当时对标高达的勇士性能更强的。吉翁后续的 MS 研发重心则来到了赛克缪系统上，它可以读取新人类的脑电波，并通过系统翻译成机器能够听懂的语言，再借由精神感应力框架为机体迅速下达各种指令。也就是说啊，新人类在驾驶搭载赛克缪系统的机体时呢，是可以一定程度的做到心想事成的，这也是 UC 神棍篇章的开始哈。而与此对应的，联邦这边在打赢1年战争，让阿纳海姆收编了吉翁这边的 MS 生产企业以后，便基于赛可缪系统开发了生物传感器，以及 UC 100年后出现的生物电脑。他们在拥有着赛可缪系统特性的同时，还会更加理解驾驶员的思维，并根据环境做出一些自适应的动作。那么回顾整个 UC 宇宙啊，在初期吉翁最早通过流体脉冲系统抢先开发出了 MS， 但系统本身缺点还是比较多的。联邦呢，则是利用财力优势研发了当时更为先进的立场马达与人工智能。在1年战争末期呢，联邦只是为立场马达增加磁气附膜技术，以增强机体的反应能力，而吉翁呢，则是率先开发出赛可缪系统，将新人类的优势极大的体现在战场上。此时的吉翁啊，可以说在技术上一直是有着相当的前瞻性的。而1年战争之后，吸纳了大量吉翁技术的联邦，将双方技术整合，开发重点呢，则是软件操作方面。而吉翁这边呢，则是通过战争贩子阿纳海姆整合两边的技术，不过侧重点却是流体脉冲与立场马达的结合，再加上他们已有的赛可缪系统，使其在0093年依然有着一定的技术优势。至于0096年独角兽嘛，只能说精神感应框架天下无敌啊，而 UC 100年后则是生物电脑的天下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中的新人类、调整者、变革者有什么区别？谁又更强呢？高达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出了很多系列的作品了，其中呢 UC Seed 00算是在国内最受欢迎的3部，而这些作品中呢，都存在着一些与传统自然人不太相同的人群。很多人呢，不能说区分他们之间的差异吧，就连名字呀可能都记不住，经常会出现 Seed 中的新人类或00中的新人类的说法。虽然啊，你要说他们是一种新型的人类，倒也没错，可定义上呢，确实还是有些差异的。建议啊，还是把新人类一词当做 UC 宇宙的专用词，以免啊出现理解偏差。那么接下来呢，正题开始。首先来说 UC 宇宙的新人类 New Type，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NT， 他们是旧人类 Old Type OT 上宇宙以后，随着对宇宙环境的适应以及自身一些心境与思维的变化所产生的一种自然演化，大家也可以理解为变异啊。广泛意义上来说呢，在宇宙空间有一定空间感知能力的人都可以视为新人类。像白色基地上的船员们就有不少觉醒了 NT 能力，只不过啊 NT 与 NT 之间亦有差别。像米莱
莱就属于相对初级的 NT， 塞拉是较高级的 NT， 阿姆罗呢则是顶级 NT。NT 除了会觉醒空间感知能力，还能一眼看透事物的本质。这个能力啊，小到可以用于机械维修，大到可以快速透析未知事物的原理或理解他人的理念。了解变革者的朋友们肯定会觉得这个很熟悉，是吧？这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吗？确实是。不过呢，变革者的事啊，咱们一会儿再说。另外呢 ，NT 还会有相当高的感知能力。注意我的用词啊，是感知能力，并不是预知能力。预知是指我知道一个既定的未来，而感知呢，是只是对某个即将发生的事儿有强烈的预感，但具体是什么样的，他其实并不知道。这一点在设定集里边有明确指出 ，NT 并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至于有些剧中的表现，我们可以视为是 NT 中的超能力者或者平行宇宙吧。当然了，说是万代吃书也没毛病啊。这种强力的感知能力，其实呢是源于 NT 强大的脑电波，能够提前接收到一些电波信息，就有了些许预知未来的效果。而新人类这种强大的脑电波能力呢，除了可以在战斗中电光一闪规避风险，还可以用于浮游炮武器的使用以及宇宙男女鬼的形成。是的啊，宇宙男女鬼啊，其实就是 NT 强大的脑电波的残留，你们理解为是执念也不是不可以。具体的新人类的设定呢还有很多啊，我之前的视频有详细讲过，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去看一下，这里啊就大概说一下，大家有个印象就行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讲调整者。如果说 NT 是人类上太空以后的自然演化，那调整者啊就是人类为了上太空而人工改造出来的科技产物。无论调整者的父母对调整的诉求是外貌还是智商，调整一定的空间感知能力都是调整的必选项。举个例子啊，在 SD 高达 G 世纪中，就算是美玲或者是密涅瓦上飞鸟的小伙伴，他们啊也是有觉醒值的，而且呢是自身有一定的基础觉醒值。调整者的技能呢还要另加觉醒值，这个觉醒值啊在游戏中代表的就是各个宇宙的空间感知能力。想要使用浮游炮类的武器，都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觉醒值的。而相反呢，像卡加利这样的自然人，大多数啊都是没有觉醒值的，只有像木叔他们那样的基因带着空间感知能力的人，才能使用浮游炮类的武器。而卡加利呢，倒也是有一个可以获得空间感知能力的方法，那就是爆 C 的。说起来啊，整个 C 的证据中，爆 C 的自然人啊，也就卡加利一个。要知道卡加利与吉拉不同啊，吉拉是胚胎阶段就被从母体中取出来，单独培育的，而卡加利是在母体内古法酿造的，没经过任何调整的。这也间接证明吉拉和卡加利的父母的基因啊肯定是相当强的，让儿女都获得了珍贵的 C 的能力。说到这儿，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调整者无论是空间感知能力还是 C 的能力，我都会把他们与自然人联系起来。没错啊，调整者所有的能力以及数值都是根据自然人而来的。如果说呢，自然人没有空间感知能力，那么科学家也造不出有空间感知能力的调整者。如果没有持有 C 的能力的自然人，那这部剧啊也不会出现任何爆 C 的场面。因为啊，调整者所有的能力都是继承于自然人的。你可以把短跑冠军的基因与顶级科学家的基因缝合到一起，生出一个又能跑又会算的调整者，但你无法制造出一个比自然人天花板更强的调整者。这就是架在调整者身上的一个沉重的枷锁，他们无法像人类一样在怀胎时靠着基因变异获得某项基因能力的突破。比如说啊，自然人中诞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假设他是当时人类智商的天花板，那么当你在生产调整者时，无论你花多少钱，你也就只能获得一个智商是爱因斯坦水平的。虽然它可以生产成千上万个爱因斯坦，却无法像自然人那样有朝一日会生出超越爱因斯坦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调整者无法像正常人一样通过不断繁衍后代优化基因。调整者一旦生育超过2代，出生率就会急剧下降，只能通过基因匹配的方式分配婚姻来繁衍后代。这也是为啥拉克斯他爹会说调整者没有未来，一个种族无法传宗接代，无法正常演化，它还有什么未来呢？顺带一提哈， C 的宇宙也是没有聊天室的。根据官方的解释，像弗雷死后的影像其实呢是吉拉自己想象出来的，并不是像 UC 那样的宇宙女鬼原理。更多调整者相关的详细设定，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发的视频哈。最后咱们来说说变革者。变革者严格来说分为纯种变革者以及拟变革者。纯种变革者是长期沐浴在真因粒子中而逐渐形成的，这个形成的速度啊也与每个人的思想水平有关，也可以理解为啊，每个人的悟性都不一样。而拟变革者呢，则是人造产物，他们诞生的目的啊，就是担任微大移动终端的作用，同时呢，能够引导人类产生纯种变革者。在过去的视频中啊，我们说过，00系列是万代当时呕心沥血及各系列所长而制作的一部作品，所以在00的设定中呢，你可以看到当时几乎各个高达系列的影子。变革者呢，就是如此，它和 UC 新人类一样，可以开聊天室，可以提高空间感知能力，也可以像 C 的一样延长寿命。只不过
么 C 的呢是通过基因调整的方式，让基因拥有对病症更强大的免疫力，从而延长寿命以及强化身体素质。而变革者呢，则是直接把人类寿命延长了2倍，并通过基因粒子不断刺激，让肉体更加强健。要说变革者最擅长的还是聊天室方面的技能，最典型的呀就是拟变革者的光盘眼，他们可以直接通过脑量子波进行沟通，也能随时与 Vader 连线，但缺点是他们必须与 Vader 相连，才能够进行相互之间的沟通，相当于Vader 是服务器，他们离开了服务器就无法沟通。而纯种变革者则不一样，他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建立局域网，绕开服务器畅聊，也正是通过这种局域网的聊天室方式，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的目的。同时呢，变革者还有更高的大脑运算能力以及接收信息的带宽，这也是为什么一定需要纯种变革者来与外星文明沟通，而不能是拟变革者。在接收和处理大量信息时，纯种变革者是必须的硬件设施，而拟变革者呢，则可以担当协助者，对信息进行辅助处理。另外变革者还有一个逆天的能力，那就是增加基因粒子的释放量，这个就有点唯心主义了。同样是太阳炉系统，放到一般人手上，系统就无法正常运行；放到变革者手上就能够运行。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00高达启动的那一幕。ここにはオーガンダムとエクシアと俺がいる。是不是有点超级系的味道了？当然了，这个也是有点类似于 UC 宇宙的 NT 能力。卡缪也可以通过生物传感器让自己的脑电波发挥出更强大的效果，比如40米的大刀或者是定身术。那么总结下来新人类是一种人类进入宇宙后自然演变的结果，拥有超强的预感、一眼看穿事物本质的能力、一定的空间感知能力，以及释放更强的脑电波的能力。更可怕的是新人类的能力还会不断进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从父爷手下的最强 NT 卡缪到大文豪笔下的可能性之兽八圣帝，你就说进化快不快吧？而调整者呢，则是一种人造产物，从出生那一刻起，所有数值都是既定的，除了有着相当空间的感知能力以外，剩下的就是看揉了多少自然人的优秀基因了。比较变态能力反而是剧场版里边新增的那些，目前设定还太少，咱们就不展开讨论了。最后是变革者，虽然能力上是集大成者，但他们最擅长的还是开聊天室，且发展方向呢，并不是为了战斗，而是太空旅行。综合下来看还是 UC 宇宙的新人类更强，其次呢是为人类谋求生路的变革者，而调整者说实话也就是比各个高达宇宙的强化人强的有限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可要多留意那些做家用电器的厂商，搞不好以后就去造高达去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像老牌的家用电器公司，诸如三星、索尼、LG、西门子等，都想着要做手机这样的新兴电子产品，而像比较年轻的华为、小米等公司，又整天想要做家用电器市场，甚至呢想要造车。似乎对于这些电器厂商来说，既然都做电子产品了，就要把自己的产品延伸到百姓家的方方面面。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咱们就来看看高达宇宙中的某家家用电器公司是怎么做的吧。今天要讲这家公司本部位于北美加利福尼亚州，在初期呢是以生产个人电脑、冰箱、洗衣机、干洗机、洗碗机等发家的，在月面都市呢更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品牌。当他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本之后，便开始涉足通信网络行业。他的通信设备曾经是联邦势力范围内占据龙头地位的品牌。随着吉翁独立战争的打响，这家公司又敏锐地嗅到了商机，开始发展军火产业。当时呢正赶上联邦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吉翁甚至开始侵占地球土地，因此呢联邦方面对军火的需求是非常之高的。这家公司新兴的兵工厂也就获得了疯狂成长的机遇。所谓躺在时代的风口上，是头猪都能飞起来。而这家公司呢本身又有着相当的实力，成熟的流水线管理经验，大量元器件的研发专利，结合已经成规模的厂区基础设施，使得其军火部门的建设也非常的顺利。而这一波军火钱进入口袋，更是让他的企业规模野蛮的生长起来。1年战争结束以后，他手握着雄厚的资本，大量收购了吉翁那边的军火企业，比如研发扎古的吉翁尼克公司，研发大摩的兹马德公司等等。再加上这家公司在过往积累的政府人脉，使其一跃成为足以影响联邦军政决策的巨鳄企业。出于各种利益的考量以及权钱交易的推动，联邦便将自己的核心 IP 高达以及军中的主力量产机型都交给了这家公司进行研发设计，从而诞生了无数在 UC 宇宙鼎鼎大名的机体，比如 GP01、GP02、GP03、利克迪亚斯、百事、Zeta 高达、马拉塞、雷姆、ZZ、牛高达、沙扎比、杰刚、独角兽、里谢尔、杰斯塔、吉拉多加、西安州、科西、佩涅罗佩、梅萨等等，全都是他们家出品的杰作。没错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万代
不是，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阿纳海姆电子公司。阿纳海姆的处女作正是被称为黑历史的 GP 系列。首先是设计方面，用阿纳海姆自己的话来说啊，自己家的研发团队是十分具有艺术家气息的。他们创作的机体宛如艺术品一般，性能无比强大，工艺如此之复杂，维护无与的困难。简称这鸡巴玩意儿拿头量产啊！毕竟高达作为技术验证机，它的最终目的啊还是要进行量产的。但从这一方面来讲啊，这 GP 系列就已经让人看不到未来了。再加上 GP 系列的4号机，也不知怎么的，反正就是鬼使神差的到西马阿姨手里边了，并被改造成了角马。虽然联邦碍于某些原因吧没有彻查，但对于阿纳海姆暗中资敌的行为，也是暗暗的记在心里了。尤其是日后在提坦斯身居高位的那几个人。随后时间来到0087年，也就是高达 Zeta 的时间段。这段时间对于阿纳海姆来说啊，算得上是立足之战。由于提坦斯封杀 GP 系列，并一心想着从军队中抹去阿纳海姆的影子，因此啊，提坦斯结合联邦过往的技术，自行研发了以高达马克2为首的一系列 MS。要知道这个时候啊，联邦军这边已经是提坦斯说了算了。这对于阿纳海姆来说，不只是断了财路，甚至危及到了整个企业在政府方面的话语权。阿纳海姆心思，你提坦斯排挤我是吧？不带我玩是吧？老子这次就明着资敌了。转头就给反提坦斯势力的奥古研发了首部以高达尼姆合金伽马为材料的机体利克迪亚斯。别看利克迪亚斯是独眼啊，当初研发时可是照着伽马高达的高达标准进行制造的。而且啊，要不是为了掩人耳目，把头部设计成了独眼，并被库阿托罗大卫取名为利克迪亚斯，它的各项指标啊，其实都是符合伽马高达的制造指标的，4舍5入也算是高达了。同时呢，提坦斯也要适当的给阿纳海姆一些面子，不让他过于敏感。所以啊，也从阿纳海姆手里边采购了一定量的马拉塞，作为高扎古小队的对讲机。阿纳海姆一边在提坦斯那边刷着脸，一边接受了奥古从提坦斯那边抢过来的马克2，还接受了奥古的新订单，要求设计一台机体高度不能太高，能方便进入格拉库的，变形时间能在半秒以内的，还能单击突入大气层的机体。在当时的科技水平下啊，敢接这个订单的恐怕也就只有阿纳海姆了。不过阿纳海姆啊也是眼大手小，照着这个指标研究半天，原计划开发一个德尔塔高达，结果由于时间紧，技术难以突破，就赶鸭子上架的搞出了一台阉割版的百事，并生产了一批雷姆作为主力量产机，交付给了奥古，暂时先应付下战场。随后呢，结合马克2的技术以及卡缪的设计图，这才研发出了划时代的机体高达 Zeta。超高的机体性能搭配上生物传感器，在保证高地形适用的同时，还能够极大的发挥出新人类的能力。其出色的表现在格里普斯战役中大放光彩，阿纳海姆也就此一战成名。可以说，与其说格里普斯战争是提坦斯与奥古之间的战争，不如说啊是提坦斯与阿纳海姆之间的战争。在经历 ZZ 时期两头吃的同款操作以后，就来到了阿纳海姆的黄金期。当第一次新吉翁战争之后，连年战火使得联邦的财力啊有所匮乏，于是呢，联邦一拍大腿，便将量产主力机的生产任务也交给了阿纳海姆。自此呀，拥有极高性价比的捷刚便粉墨登场。而暗地里呢，阿纳海姆又暗中协助总帅研发了沙扎比、杰拉多加等吉翁系机体，逆袭下来的故事也就此开始。为了对抗拥有极高性能的沙扎比，阿姆罗委托阿纳海姆制造了牛高达。总帅这边啊也是中二病爆表，上赶呢给阿姆罗送来精神感应框架，以保证在决战时呢能够进行公平对抗。而这一波呢，反倒是阿纳海姆捡了大便宜。获得了精神感应框架技术的阿纳海姆，在战后呢便研发出了一代神棍独角兽，同时呢又不小心让尾鸭他们偷走了原石，从而改进出了新安州。再加上阿纳海姆暗中协助研发的吉拉祖鲁等机体的出现，新吉翁残党瞬间便拥有了相当的实力。在联邦这边呢，阿纳海姆也很合时宜的研发出了杰斯塔、里谢尔等偏高端的机体，变着法呢给联邦上强度。这也造就了新吉翁残党和联邦机体关一屋，发现二者的部件完全可以通用的名场面。随后哈萨维的抵抗运动也全是由阿纳海姆资助的，所以看上去是各种吉翁残党、各种反抗势力在与联邦打仗。但可以说，联邦从0083一直到0105年之间的战争，基本全是由阿纳海姆出机体、出弹药，甚至是阿纳海姆亲自暗中撺掇出来的。就像有的地方修路一样，修没2天就坏，坏了再修，1年修个几次，这地方财政不就浅了吗？当然了，阿纳海姆在成为最大军火贩以后，也没有放松民间的业务线，比较有创意的产业，像是扎比加遗产拍卖会、新型人工器官实用化、组织调查悉尼火山口的生态系统、修建度假殖民卫星，以及在 UC 100年以后
随着米氏粒子的浓度越来越小，再度进军情报终端机市场等等。所以说啊，在100年以后，就算在研发 MS 方面，阿纳海姆由于方向错误以及性价比等问题，渐渐失去了这方面的话语权，但在民生企业规模方面依然是相当可观的，所以也跟联邦一起混了好久，活得风生水起。看到没啊？就算是卖军火了，也不能丢掉卖家用电器的那个基本盘啊！希望各大电器公司能够参考一下。最后的结局嘛，就是联邦解体了，阿纳海姆也失去了靠山，便渐渐没落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为什么现在好的高达番剧如此难产？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自打高达00完结以后，每次看到高达新番剧的时候，心里都会想，下一部剧总该不会比这更差了吧？结果每次都啪啪打脸。本来铁血第1季还有点起色，结果第2季呢来了一个惊天大逆转，佳作直接变梗作。很多人好奇了，你这拍不好新的独立作品能理解，毕竟每个高达宇宙啊都算是一种尝试，想要做到刚好迎合当代观众的口味也挺难的。那你拍那些成功系列的续作，把老观众们喂饱不好吗？今天啊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要说的就是受众问题。高达 IP 目前最大的困境就是难以吸引年轻一代的观众。为了让年轻人们看高达，日升不断尝试各种子供像作品，但都是收效甚微。相对比较成功的可能就是焦达系列吧，可是那个呢又与传统观念里边的高达剧不太一样，以至于到了水魔、校园风加百合的元素都来了，就是希望新一代观众老爷们能多看几眼。结果啊也就开头这几集的噱头比较有热度，后面大河内甚至于没有整什么狠活来挽救丢失的受关注度，真是刚妈都不如啊！可反过来，老高达粉丝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海盗动画化愚人节到了，转发！新番虽然不好看，但是新模型想体验体验，买！经典老模出升级版了，居然还新贵了一块板件呢，太良心了！预定！更别提像 AOZ 这种，你就是不给他动画化，出个模型都要被粉丝买爆的硬核系列了，你还期望万代把它动画化？人家万代既然能躺着挣钱，干嘛还要起来给你们费劲巴拉的搞个卖胶宣传片啊？而且多了不说啊，就说那几个比较成功的高达系列 UC、W、C 的00，他们的续集啊也是真的不好拍呀。你像 W 最成功的主要是机设以及部分人设，原版故事啊都被大家当舞台剧看了，甚至很多人压根儿就看不下去。你还想看外传那魔法对轰？所以它基本上只能活跃于卖胶领域，出续集啊可以说是很难了。00则是在制作之初就把故事整体大纲写得非常完整了，所以第1季、第2季加剧场版看下来，那真是酣畅淋漓，通畅无比。硬要说缺点，那就是故事太完整，后续故事薄写，之后再拍啊就不是拍高达了，而是拍星球大战了。高达 UC 也挺有意思，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啊，联邦与吉翁残党、新吉翁残党的故事结构，它里边可以描写东西啊确实太多了。怎奈当年富野就是一心想着结束高达系列，拍点新东西，可万代那边呢又不想丢掉高达 IP 这个大金砖，所以那段时间富野拍高达，要么是直接把时间线从 UC 0093干到0123年、0153年，甚至是 RC 纪元了。要么是直接来一个岛 A 那种高达世界线终点的作品了，突出一个我真的不想做高达了，就想做全新的动画，结果却被万代绑着，只能做披着高达皮的动画，一下就把 UC 世界的阳寿都给耗光了，就导致在 UC 宇宙故事走向如此明确的前提下，再做插叙故事会经常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就比如高达 V 动画制作年代是1993年，描写的是 UC 0153年的故事，而独角兽动画制作年代是2009年，描写的却是 UC 0096的故事。93年大哥大还是高端机呢，09年 iPhone 4都快诞生了，你让09年的人去硬编科技更落后的故事，这不得让做设定的难受死？以至于现在万代做的 GTO 系列动画以及雷霆咒域啥的，都要明着说这是平行宇宙才好编故事。那 C 的呢，2部正剧100集下来，剧中啊也就只过了3年而已，算上新剧场版才5年，英法100年战争就在那一小疙瘩地方还打了117年呢。放到宇宙殖民地战争5年够干嘛的呀？那家伙后边的故事编起来，那真是前途无量啊！可是呢，就像我上期视频说的 ，C 的把自然人与调整者之间的冲突写得太绝了。这2拨人如果和平了，那一定是其中一波嗝屁着凉大海棠的才行。可这种剧情走向啊，又不可能写得出来，所以就算出续集，那也肯定是跟第1季、第2季一样，签个条约修战罢了，也搞不出什么新花样。除非高层把刀架在高达 IP 的脖子上，说你这新番赚不了大钱就别做了，不然是不可能出一个老太太裹脚布又臭又长的第3季了。所以建议大家呀，还是放平心态，出新番了，大家就把它当非高达作品来看，说不定还好看点，毕竟那是给路人看的呀。出了老系列的剧场版就知足点，哪怕是第2部迟迟不来也不要着急，人家万代都不急，
咱着急也没用，是不是？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吉拉的实力强于克鲁泽吗？大家对调整者可能有些误会。提到高达 Seed 中最强驾驶员，有人可能会说是受过专业战斗训练，战场上认真起来就从没输过的阿斯兰，有人可能会提一嘴曾经官方口中的最强战士真飞鸟，也有人会自然而然的想到最强调整者吉拉。但无论如何至少得是个调整者，毕竟在剧中调整者的表现确实比自然人强太多，可以说调整者是保证了自己的下限，而自然人的下限却深不见底。可反过来说，自然人的上限会比调整者差很多吗？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找好参照物。最强调整者自然不用说，肯定是吉拉了，毕竟是官方亲口说的。之所以在战斗表现上好像认真的阿斯兰会更强一些，其实呢也跟后天因素有关。吉拉虽然是最强调整者，但只能说是底子好。至于他本人呢，就是个懒癌。之所以能在战场上大杀四方，不过是靠着超高的天赋罢了。而阿斯兰呢，虽然天赋可能差了点，但人家是正儿八经军校里出来的，还是早期含金量最高的那批军校毕业生。再加上入队以后是跟着当时的 MS 战专家克队混的，一战结束后呢，又成了奥部首相的保镖。MS 驾驶技术深造肯定是不能少的。对比那边由 MA 王牌驾驶员木叔带出来的吉拉，第一季结束后又 PTSD 了，更不会去专门深造训练。这一来一回的差距可以说是相当大了。但就算后天努力上差距这么大，吉拉在战场上也依然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可见这基因底子得有多好了。那么最强自然人应该是谁呢？木叔显然不太行，因为木叔在木爹眼里就是一个盖版的自己，而木爹本身呢又是家族世世代代坚持搞优生学的最高作品，再结合官方在设定集中给予他的描述，将其视为最强自然人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最强调整者与最强自然人的差别到底在哪儿了。什么是调整者？简单来说就是在胚胎阶段给基因动了手脚的就是调整者。有的人可能是调整了外貌，就会被称为是调整者；有的人可能是调整了艺术细胞，也是调整者；甚至有的人只是调整了口头禅，咱也得叫他调整者。而在基因调整时，比如说想要成龙那样的鼻子 ，C 的宇宙的科学家是无法通过完全自制基因的方式来做出这个鼻子的，而是找到会影响鼻子外观性状的基因，将它调整成和成龙一样的基因。也就是说所有调整者的基因都是有自然人基因做参照。再举个例子你想要一个爱因斯坦般聪明的大脑，科学家只能照着爱因斯坦大脑相关的基因进行调整。而你如果提出想要比爱因斯坦的智商高 0.2887 的基因，科学家就只能怀疑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到这里大家明白了吧？调整者之所以会比大多数自然人要强，就是因为他们把一些自然人中优秀的基因量产化了。不说每个人都是爱因斯坦吧，估计调整成爱因斯坦花费也比较高，就是每个人照着院士的标准来调整，那平均水平对比自然人也是碾压了。而这种照着优秀基因批量生产的操作，也可能是导致调整者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毕竟基因越来越单一了。这里有人好奇调整者与调整者生育率低，那跟自然人生孩子不就好了？但从动画里的设定来说，调整者与自然人结合生下来的孩子只会继承一半调整者的基因，这一半的基因再跟自然人结合的话就再减半，到最后调整者等于是被自然人同化了。所以 C 的宇宙的调整者和自然人其实已经相当于是两个种族了，他们的矛盾是远超 UC 宇宙的 OT 与 NT 之间的矛盾的。这个问题以后我们会做视频单说。那么吉拉这个最强调整者大家可以理解为是集合了爱因斯坦的智商、比尔盖茨的商业头脑、博尔特的运动细胞、李宁的身体协调性等等所创造出来的最强调整者，简称缝合怪这时候木爹就会出来说一句，嘿，这不巧了吗？他家祖祖辈辈也是到处借种，把这些优秀基因最终遗传到自己身上，才有了他这个最强自然人。若要说吉拉比木爹强的地方，可能就是一些对疾病的免疫了。而且更重要的是， C 的宇宙中几乎所有高级空间认知能力都是出自木爹他们家的。从这一点来说吉拉也算是沾了木爹的光了。毕竟种种迹象表明，吉拉他爹在帮助木爹造克鲁泽时，把自己的孩子一部分的基因照着木爹的样子调整了。所以说完全复制了木爹基因的克队，其实从基因学角度来说，至少是不输吉拉的。实际上在剧中的表现也是如此。之所以会战败，主要还是因为木爹的基因老化问题。C 的宇宙由于无法解决克隆体端粒过短的问题，导致克鲁泽年纪轻轻就有了和60-70岁木爹相等的身体，只能靠药物来维持。那等于是吉拉欺负一个70多岁的老同志换全盛时期的木爹来，那谁输谁赢还真不一定了。至于第二季的雷，虽然基因也与木爹相同，怎奈是在议长培育下成长的，心智不健全，思维不开阔。吉拉好歹是见过科队嘴炮水平的人，
欺负一个黄口小儿啊，还是轻轻松松的。所以雷也很难体现出木爹真正的实力。最强自然人与最强调整者的胜负，很可惜啊，只能做留白处理了。不知大家会觉得谁更强呢？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